聊到好莱坞电影，绕不开的几个导演名字里，昆汀绝对是那个最不正经但最必须聊的人之一。其代表作低俗小说颠覆传统结构，将3个黑色的犯罪故事交织成环形叙事。1994年斩获戛纳金棕榈奖，重塑独立电影潮流。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欢迎来到观影悟道。Pulp Fiction 廉价小说是20世纪早期流行的一种通俗且常常带有耸人听闻色彩的文学形式。这些故事印刷在廉价的木浆纸上，因此而得名。廉价杂志通常刊登惊险刺激的故事，类型包括犯罪、西部、科幻和恐怖等。他们以大胆的封面艺术而闻名，并且经常涉及当时被认为是禁忌或耸人听闻的主题。片头是一段序幕，从一对抢劫情侣在咖啡馆里闲聊开始。他们讨论的是在哪里抢劫，这段聊天长达4分多钟。最后他们决定干脆就在现场进行抢劫。 This place? A coffee shop. What's wrong with that? Nobody ever robs restaurants. Why not? Bars, liquor stores, gas stations. You get your head blown off sticking at one of them. Restaurants, on the other hand, you catch with their pants down. They're not expecting to get robbed. Not as expected anyway. 这里注意2个点：一是小南瓜突然喊了一声“小弟，咖啡”；二是小兔兔说：“我打赌，在这种地方没人逞英雄。”这个场景设计是有特定意义的，我们后面会讲到。Everybody be cool, this is a robbery! Any of you fucking pricks move! And I'll execute every motherfucking last one of you! 序幕结束，接下来第2段，文森特和朱尔斯在汽车上一顿闲聊，话痨式对白是昆汀电影的一大特色，聊的是文森特在荷兰的经历，这段其实是昆汀本人的经历。这部电影是昆汀在荷兰旅居时候写的，两人聊了大麻、啤酒、汉堡等，还争论荷兰的巨无霸汉堡 Quarter Pounder 在法国因公制单位改称皇家汉堡 Royal with Cheese， 并调侃和欧洲的麦当劳差异。随后两人到达目的地后开始组装枪械，原来他们是黑帮杀手，准备去杀人。上楼期间，两人的扯淡还没结束，继续聊着足底按摩的禁忌。黑帮老大玛莎曾将给妻子做足底按摩的男人扔下楼，导致残废。这里朱尔斯借着这个事情一直在提醒文森特千万别碰老大的女人。说话间到了目标房间门口，准备开始办事了，结果说时间没到，又到旁边把刚才的话题聊完才罢休。这是非常昆汀式的无厘头。镜头跟随朱尔斯和文森特进入公寓，他们穿着标志性的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神情放松，完全不像是来杀人的样子。朱尔斯直接主导对话，轻松甚至带着点调侃的语气询问布莱特关于玛莎华莱士的公文箱的事情，并且还吃了对方的汉堡，吸光了雪碧。注意，这里朱尔斯的眼神开始转变，眼神变得凶狠起来。询问之下，文森特很快找到了公文箱，打开后射出一道金光。在连续反问式的逼问之下，朱尔斯用一段圣经结束了这场杀戮。And I will strike down upon thee with great vengeance and furious anger those who attempt to poison and destroy my brothers. And you will know my name is the Lord when I lay my vengeance upon thee. 影片第3段，过气拳手布奇正在酒吧里与黑帮老大玛莎谈论打假拳的交易。此处对话场景灯光暧昧，暗示两人之间后续有奇幻之旅。交谈之际，文森特与朱尔斯来到酒吧，注意这里，俩人莫名其妙换了衣服，暗示着他们也经历了离谱的遭遇。布奇来到吧台，与文森特来了一段你瞅啥瞅你咋地的互呛，为之后两人的命运埋下了伏笔。第4段是文森特与玛莎夫人米娅的故事。文森特先去毒贩那里挑选了最狠的货，随即在现场直接来了一发后，开车去米娅家，完成老大交给他陪伴米娅的任务。到达目的地，门口留了一张满是诱惑的纸条，文森特推门而入，但米娅未在这个场景第一时间露脸。
导演昆汀用嘴部、脚部等几个诱惑镜头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两人相约去餐厅吃饭，驱车来到了一家复古 cos 主题餐厅。文森特不是很感冒，想换家餐厅。这里米娅用手画了一个虚线框，这种虚线方框是60年代卡通片常用的，意思是 Square 保守之人以为文森特是个老古董。随即他们进入餐厅，坐在了一辆克莱斯勒汽车改装成的餐桌上用餐。餐厅内的服务员打扮成那个年代的当红明星，有佐罗、梦露、瑞奇·尼尔森、詹姆斯·迪恩等。因为两人刚认识，交谈一度陷入尴尬。随即米娅去厕所来了一发毒品，充电回来后容光焕发，话匣子也随即打开。此时餐厅开始了兔兔牛牛舞比赛，米娅来了兴致，拽着文森特上了台。这段舞蹈搭配是经典的复古音乐 Chuck Berry 的 You Never Can Tell， 营造出强烈年代感。角色舞姿虽不专业，但充满自然与魅力，足以载入世界影史册。毫不意外，他们赢得了奖杯。两人到家还意犹未尽，关系也更近了一步，双方眼神明显开始拉丝。文森特意识到情况即将失控，毕竟她是老大的女人，直接躲进厕所进行了一番心理斗争。而每当文森特进了厕所，一定会发生大事。果不其然，当他从厕所出来的时候，米娅已经口吐白沫，奄奄一息。他过量使用了文森特口袋里的高级货。文森特心里极度恐惧，一顿自我输出后，扛起米娅飞车来到毒贩朋友家。You lost your fucking mind? You were talking about drug shit on a felony phone. Look, put your car in my fucking house. Hey, are you deaf? You are not bringing this fucked up bitch into my house. It's this fucked up bitch is Marcellus Wallace's wife. Do you know who Marcellus Wallace is? Yeah. Do you? Yeah. Well, if she croaks on me, I'm a fucking grease spot. 然而毒贩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慌乱中寻找医书救人。这里是昆汀的夸张手法，用针筒直接把肾上腺素扎入心脏。现实医学中几乎不可能做到，直接扎心脏的操作是极其危险的。米娅瞬间被扎醒，起死回生，这也够夸张的。第5段是金表的故事，主人公就是之前在酒吧与黑帮老大玛莎约定打假拳的布奇。段落开头讲了金表是来自于他的曾祖父，后来传给了他祖父，又传给了他父亲。他父亲在越战中被俘虏，为了保存这块金表，他父亲把这块金表塞进了菊花，整整塞了5年。死之前交给了战友，战友又塞了2年。这是一块非常有味道的表，对布奇来说意义非凡。昆汀就是喜欢用这种荒诞的桥段来推进故事发展。拳赛上，布奇直接打死了对手，赢得了拳赛，并且通过朋友压住了自己获胜，2头通吃，大捞一笔。The fuck I tell you, huh? As soon as the word got out, the fixtures in, man, the eyes went through the roof. I know, unbelievable. Hey, fuck him, Scotty. If he was a better boxer, he'd still be alive. If he never laced up his gloves, which he never should have done in the first fucking place, he'd still be alive. 玛莎得知后勃然大怒，全程通缉布奇。布奇回到汽车旅馆，与小女友团聚，准备第2天一早远走高飞。结果早晨起来，发现金表没拿。一顿口吐芬芳之后，布奇不得不冒险返回公寓取表。所幸一切顺利，拿到金表的布奇没有立即离开，鬼使神差去厨房烤面包吃，结果发现桌上有把冲锋枪。拿起枪的瞬间，听见对门厕所冲水的声音。文森特领了盒饭，昆汀总是能带给观众出其不意的效果。这里镜头给到掉落在地上的女金刚制破钻石案，
这是一本低俗读物，也呼应了电影名称。谁让他又上了厕所呢？前面我们说过，文森特每次进厕所准倒霉。布奇得瑟地回到了车里，听起了音乐，得意洋洋地憧憬着与小女友未来美好的生活。然而事情还没结束，不出意外，意外又发生了。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撞见了玛莎端着早餐过斑马线。两人昏迷醒来后，玛莎追杀布奇到一家杂货店，扭打在了地上。哪知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杂货店老板打晕了二人，将他们绑到了地下室。这段是整部影片最恶搞的部分，画面变态程度令人瞠目结舌。被绑的两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他们这一生中最鬼扯的遭遇。杂货店老板原来是个同性虐待狂，他叫来了他的玩伴，挑选虐待的猎物。玛莎不幸中招，被拖进了密室中。布奇趁他们在里面嗨的时候，挣脱了绳索，逃出了地下室。在经过一番心理挣扎后，他决定返回营救玛莎，在杂货店里挑选了一把武士刀。这里可以看出昆汀对武士文化的喜爱程度之深。武士刀在美国文化的背景下有自我救赎的象征意义。布奇救了玛莎，两人恩怨一笔勾销。随即布奇返回汽车旅馆，接上小女友，远走高飞，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第6段标题是邦尼的状况，但邦尼只出现了一个背影。昆汀让故事又闪回到了影片第2段，镜头视角换成了躲在厕所里的小弟。在朱尔斯他俩干掉叛徒之后，小弟冲了出来，拔枪一顿乱射，神奇的是一枪都没打中。朱尔斯觉得这是上帝的神迹，但文森特却不以为然，随后带着小黑卧底离开了现场。在车上，俩人又扯上了刚刚发生的神奇经历。这时候鬼扯的事情又发生了，文森特的枪突然走火，爆了小黑的头，车子里满是血浆。他们只能载着尸体赶往朱尔斯的朋友吉米家处理突发状况。吉米的扮演者正是导演昆汀本人，他的老婆就是邦尼。吉米是个妻管严，他们3人必须在邦尼下班回来之前处理好这件事。黑帮老大玛莎帮他们叫来了问题处理的专家老狼。老狼沉稳老练，3下5除2就解决了问题。朱尔斯和文森特两人换上了吉米的 T 恤和裤衩。忙活了一早上，文森特饿了，于是他们打车去了一家餐厅。这家餐厅正是影片开头那对小情侣准备抢劫的地方，只是这次的视角换成了朱尔斯和文森特。前面我们提到，小南瓜突然喊了一声“小弟，咖啡”，昆汀把2段故事用这个明显的桥段串联起来，使得整个叙事结构完美闭环。文森特不出意外的又去上了厕所，从正序时间线上，这是他第1次上厕所。打劫开始，前面我们还提到了小兔兔说在这里没人逞英雄，结果遇到了职业杀手，也够倒霉的。当小南瓜打劫到朱尔斯的时候，被朱尔斯一把擒住。经历过神迹的朱尔斯又念了一遍圣经，感化了这对情侣，并且放过了他们。朱尔斯和文森特像英雄一样走出了餐厅，影片到此结束。本片是现代电影史上一部极具影响力的作品。昆汀以多种非传统的电影手法，包括非线性叙事结构、高度风格化的对白，也就是话痨、黑色幽默与暴力等结合的方式，颠覆了当时主流电影的常规叙事流程，引发无数模仿者，但至今仍无人能完全复制其魅力。低俗小说表面上是充满血腥、暴力、毒品和黑帮的故事，但深层次来看，它并不是一部鼓吹罪恶的电影，反而通过低俗中的反转，探讨了顿悟、选择、救赎、命运、信仰等哲理性主题。我们可以从几位关键人物的内在转变出发。朱尔斯一开始是个冷酷的职业杀手，喜欢在杀人前背诵圣经以西结书25章17节，伪装出一种宗教的威严。但在一次枪林弹雨中毫发无伤后，他感到那是神迹，开始真正思考这段话的含义，并产生顿悟。他说，那不是幸运，那是神的介入，看见奇迹就该改变，
朱尔斯象征着觉醒的人不再以暴制暴，开始思考自我、命运与道德的意义，脱离了杀戮与复仇的轮回。文森特与朱尔斯是一对拍档，但他在同样的神迹事件中却不认为那是神迹，他依旧留在黑帮圈子里，沉溺于毒品与虚无。不悟者终将被业力吞没，他象征执着者拒绝觉醒，结果死在因果的必然之下。布奇在逃命中有机会摆脱黑帮，却在听到黑帮老大被强暴后选择返回救人，即便那是个曾要他命的人。人在关键时刻的善念可以改写命运的结局。布奇做了向善之举，彻底逃离了被追杀和死亡的循环。餐厅尾声，朱尔斯拿枪指着小南瓜，却没有杀他，而是讲了一段禅意十足的话：我曾以为自己是义人，其实我是恶人，现在我在学着做个更好的人。他选择放了这对抢劫情侣，还给了他们钱和机会，这是最直接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本期低俗小说解析完毕，欢迎关注、评论、转发，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努力的动力。